注意看，前方的老哥在路口打开色盲模式，轻松过弯。阿 Sa 提前减速，却发现刹车失灵。好在路口还有一小段缓冲区，不然这家的玻璃十有八九是保不住了。而当阿 Sa 调整好状态后，老哥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儿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拿好餐巾纸，坐稳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ASP 阿肯色州的阿 Sa 拉斐尔加西亚正在路上巡逻，他大老远就盯上了一位横穿马路没有减速的老哥。这件事儿可谓是小的已经不能再小，但是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跟上去开个罚单，顺便检查一番，混点时间打发一下这个夜班。于是便跟着老哥转了弯，往这条小路里面钻。阿 Sa 刚打开氛围灯，示意老哥靠边停车，没想到他却连演都不演，直接开始加速跑路。好家伙，老哥这个车速看似不快，碰见了一个小坡却是直接起飞。也正是这一波不顾车辆的跑法，才刚刚起步，老哥便大幅度获得了领先。这匹配才刚刚开始，就给了阿 Sa 一个下马威。伴随着带起的烟雾，老哥的尾灯已然变得若隐若现，仿佛只要阿 Sa 稍不留神，老哥就会消失不见。果然在拉开距离后，老哥便开始转弯，看来是相当有经验。好在阿 Sa 的火眼金睛也没有白练，准确记住了老哥的逃跑路线。接下来就看谁更熟悉这一片。转过弯来发现老哥依旧大幅度领先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下老哥所驾驶的车，这是一辆第5代福特野马，最低搭载3.7自吸 V6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310，最大扭矩380牛米，0百加速仅需5.4秒。虽说比阿 Sa 的道奇充电器少上2个缸，但在这种路况上却是丝毫不落下风，甚至在这条小路上选择和阿 Sa 硬刚直线。两人的速度一度突破了150公里每小时，一直到这条路跑到了尽头才开始刹车转弯。而阿 Sa 为了尽快的缩短距离，便推迟了刹车的时间，选择最后重刹。在经过了一阵全速怕什么怕后，老哥利用路口和 NPC 再次拉开了距离。而阿 Sa 在面对这些不确定因素时，不得不带一脚刹车。这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却是埋下了隐患。眼看前方老哥的优势越来越大，阿 Sa 有些心急，于是加快车速，想要像上一个弯道一样连驰和重刹来缩短和老哥的距离。但没想到一脚重刹下去，却因为刹车片过热，速度迟迟没有降下来。好在阿 Sa 经验丰富，及时降档拉手刹，才再次成功掌握车辆的主动权。这一波救车可谓是堪称完美。但这一个失误让本就领先的老哥又多了几分胜算。现在刹车已经有所恢复，但依旧是个不确定的因素。阿 Sa 并没有选择结束，而是再次加速上路。ASP 的荣耀不允许他在这里止步。在阿 Sa 看来，刚才这种情况很常见，因为他们所驾驶的道奇充电器每天都在路上，而刹车片和轮胎都是易损件，加上预算有限，出现问题修理厂都不会给他们换上原厂件，而是选择更容易控制成本的平替副厂件。所以哪怕这一次是阿 Sa 第一次遇见，平时也没少听队友说。说到队友，正好看见了前方的氛围灯，阿 Sa 连忙求援。有了队友在身后，阿 Sa 变得底气十足。现在重整旗鼓，和老哥开始第2个回合。很显然，两人的实力都相当不错。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人的战力表。好，6星大佬对战5星巅峰，这两人明显都不是善茬。看来这场匹配并不会那么轻易的结束。话音未落，阿 Sa 却是趁着老哥想要转弯时跟得上来。老哥也意识到了身后的氛围灯来势汹汹，才刚做出反应，阿 Sa 上去就是一个贴贴。好在老哥早有防备，这一下对他并没有造成影响。两人再次比拼直线，不过换了手自一体的阿 Sa 表现却是比一开始更加生猛，低档位高转速被他玩得明明白白。前方的老哥根本没有办法将他甩开，而早已爆气的阿 Sa 已经发现了老哥的弱点。老哥的直线速度非常快，但想要转弯时意图表现得非常明显。阿 Sa 认为比老哥晚一点刹车，趁他转弯时就是最佳的动手时机，但风险就是自己随时有可能会冲进沟里。阿 Sa 尝试了2次都没能成功，反倒是自己差点掉进沟里。看来老哥的这个弱点并没有那么容易抓住，不愧是一只脚已经踏入6星门槛的老哥，的确没有那么容易对付。现在利用路口和烟雾弹再次拉开距离，这么大的灰尘，光线还如此之差，叫人看得眼花。幸好有妙界静音护眼仪在手，手上按摩、热敷、静音、可视化4合1，太阳穴也能按到，升级了静音气棒。我是头一次体验这么安静的护眼仪，自己用着静心，在办公室也不怕吵到别人。6大科学分区照顾整个眼周，太阳穴也有独立气囊，按穴位那叫一个准。
配上整面恒温热敷，就像有人给我做眼操，没一会儿眼睛就变清澈了。大家成天和电脑打交道，眼色干痒，别揉揉就过去了，发展成干眼症和青光眼有的受的。趁早用妙戒预防，按摩类第1名不是吹的，3档力度5大模式，工作学习、出差旅行都能用。续航强，语音播报只是基操，还能连蓝牙听歌呢。像我闲不住，也会从可视窗口刷手机，一台就顶热敷眼罩加护眼仪，更专业更省钱。需要就来礼券吧，送运险保价1年，买贵退差，1年内以换代修。七夕送礼选它也很有眼光。老哥的目标非常明确，车辆动力并不占优势，所以他想在这片小路将阿 sa 彻底解决。而眼看老哥在这里兜兜转转，阿 sa 却是不慌，因为刚才呼叫的可不是只有1位队友，还有多辆道奇充电器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拖得越久对阿 sa 就越有利。就在这时，阿 sa 再次靠近，模仿老哥的排水渠过弯，跟住了老哥。这一下叫老哥惊慌失措，如此大的优势都没能摆脱阿 sa，这 ASP 果真是卧虎藏龙。就在老哥还在寻找应对之策时，阿 sa 却是抓住了老哥的弱点。这里老哥想要漂移过弯，却是被阿 sa 上来就是一个贴贴，眼看就要失控撞树。关键时刻，老哥来了一波极限救车，这一波操作已然超出了5星巅峰的实力，正式踏入了6星的门槛。错失了良机的阿 sa 也在不断的调整状态，保持距离，等待机会，想在他下一次转弯时再次动手。经过了多个回合的交锋，老哥也已经发现了阿 sa 的意图，所以他减少了转弯的次数，利用路口拉开距离之后，有机会了再来转弯。而此时前方路口突然杀出一辆道奇充电器，更离谱的是，他居然直接右转挡住了阿 sa 的去路。如果不是阿 sa 车技过人，这一下恐怕要秒变小黄鸡，痛击队友。被这样一耽误，老哥的尾灯直接消失不见。哎，难怪尾灯没了，原来是翻沟里了。这最后一个弯道实在可惜，如果能顺利通过，有很大的概率能将阿 sa 摆脱。但是给你机会不中用啊！阿 sa 发现老哥在草地里面扔了一个绿色的袋子，然后开始步行逃跑，但外面全是道奇充电器，腿再长，天赋再好，也终究要失去自己最后的自由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曼德雷尔·帕内尔，1995年出生。阿 sa 从他扔的塑料袋里面发现各式各样的管制药品，重量接近1斤。好家伙，有谁还记得这位老哥最开始被查的原因？阿 sa 只是随便拿个人，身上居然就有病，也不知道该说是阿 sa 火眼金睛，还是当地管得太轻。就这样，随着老哥失去了自己最后的自由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仅供教育意义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